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 Keyframe Animation 的教程在正式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些我平时会用到的一些网站和素材库这是我最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一个 Motion Act 的频道这里面都是一些非常适合动画师去做动画的动作参考。这次选取的模型呢是在 Maximo 上下载的，下载下来之后呢，我重新用 AutoRig Pro 重新自己绑定了一下。我这里用到的一个栅栏的模型是我在 Sketchfab 上面下载的。这个网站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下载到很多别人上传的免费的模型。如果平时是做一些小动画或者小练习的话，里面的模型是非常够用的。背景图片呢是在 ArtStation 上搜到的，艺术家的名字在左下角。在开始做之前呢，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绑定的用法和一些细节。这个模型呢，其实我自己也是在摸索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一共有5个部分组成，躯干、左手、右手、左脚、右脚。我们先点击头部的控制器，点击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 Rigman Properties 下面的 Setting 第一个参数是 Head Lock 我们把它改成0。我们改成0之后呢，我们旋转身体的控制器这个头部就不会跟着身体一起旋转了就是说它眼睛是一直朝前看，但是我们把它改成1之后呢，这个头就是一直跟着我们的身体旋转。按照不同的动画的需求呢，选择相应的参数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的每个控制器就是可以控制它的旋转，也可以按 G 来进行位移，做一些比较夸张的动作。这个圆环是它的胯骨，你可以做胯的旋转和位移。这套骨骼的手臂是可以进行 IK、FK 切换的，现在是 IK 的状态。我们在右边的菜单栏里面可以看到它很多的参数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Sketch Length 拉伸长度我们把这个数字调高，那你前臂和后臂的长度都会一同增加。Auto Stretch 就是自动拉伸的意思。我们选择手的控制器，然后往外拉伸，我们就看到这个手会自动的变得很长，而且它呢会一直跟着我们的手运动。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值调整成0的话呢，我们这个手的控制器无论怎么拉伸，这个手的长度都是一定的固定住的。Arm Twist 手臂扭转，我们可以微调这个手臂的旋转，做一些细微的调整。这个 Polo Parent 是固定住手臂的极向量。Elbow Pin 呢，肘部固定，就是可以把手的手肘固定住。Finger Grasp 手指抓握，就是你把数值加大的话，手指头就是有个抓握的动画。但是我一般做动画的时候，我不会用这个我是直接使用控制器来制作。手肘后面这个球球就是极向量这个球球是可以用来控制手肘的方向的。那我们现在切换成 FK。FK 的手臂的一些参数和 IK 手臂的参数是一样的，差不多，所以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好，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脚的控制器。我们点中这个大的框，然后呢按 G 键就可以控制位移，R 键旋转， S 键缩放。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菜单，腿部呢也是可以切换 IK 和 FK 的。然后下面的一些参数和刚刚介绍的手部的数值是差不多的这个 Polo Parent 是这个极向量，有没有跟着你的腿的这个控制器一起运动？这个数值现在是1，我们来移动一下，会发现这个球是跟着腿一起旋转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数值打成0这个球就不跟着控制器一起运动了。这个 knee pin 的意思就是把膝盖给定住了接下来介绍这个腿部控制器中非常重要的3个小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圆环，它是单独控制脚掌的旋转。然后下面这个圆环的控制器是踮脚的动作。然后后面这个十字的控制器是用来控制抬脚，用脚尖抬脚和脚跟抬脚的一个动作的。这3个控制器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在制作跑步、走路和各种跟脚有关的动画时，这3个控制器就是互相搭配协调。我们看到这个大圈圈和这个四角形的控制器，这都是用来控制身体的。因为这是一个教学视频，所以我们主要是讲一些思路和方法。如果有同学想查看完整的制作流程的话，可以去右上角这个链接看我之前发的倍速流程视频。
好，现在是我真的要开始做了。做动画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关键 pose，所以我们先把第一帧的位置给它画好，用这个画笔工具给它画出来。我平时呢是不会画的，但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这边就画一下。然后呢，我找到下一个关键帧，我发现他用手碰到这个障碍物蹲下的这一帧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跳起来那一帧也是关键帧。就这样的，慢慢的，我们把所有的关键 pose 都找出来。当然，你也可以不用画，也可以直接开始制作。当你全部都找到所有的关键帧的位置之后呢，你可以按一个 M 键，就可以有一个标记。我们把所有关键帧的位置都用 M 去标记好，这样方便我们之后在制作的时候观察每个关键帧的位置。当你把所有关键帧的位置都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我首先选到正面视图，选择左手的控制器，移动左手到下面这个参考视频的位置。好了，我这边就快进一下。然后第二个关键帧就是他蹲下来把脚迈出去这个动作。先把身体的总控制器的位置放好，然后脚的控制器，然后做好脚的时候别忘了做手，我就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来做的。然后当我们把所有的 pose 都摆好之后呢，可以全选所有的帧，然后在下面的曲线编辑器里面按 A 键全选所有的曲线，按 T 键选择这阶梯型的曲线模式。这个模式下我们调整关键 pose，会更加清楚。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制作中间帧，在 Blender 3.0中有一个很好的工具，我们先点击控制器，然后来到时间轴，在两个关键帧中间点击你要加中间帧的位置，然后按 Shift E，这个时候我们左右移动我们的鼠标。在画面的上面会出现一个百分比的数值，这个数值的意思是左边的0%就是左边的关键帧的动作，右边的100%就是右边的关键帧的动作，而中间的50%就是左右两个动作之间自动计算出来的位置，真的是非常的方便的工具啊！在这一步呢，就是要按照参考视频一点点的把所有的中间帧都加上去。当我们把所有的中间帧加上去之后呢，全选所有的骨骼，来到曲线编辑器，然后按 A 键全选所有的曲线，把我们曲线变回一个平滑的模式。变回这个模式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去调整曲线。调整曲线呢，就是把每个曲线调整的比较顺滑一点。我们点击一个控制器，每一个控制器和曲线我们都要去检查一下。我们可以点击一个曲线，然后按 Shift H 单独显示这个曲线。我们查看这个曲线是不是顺滑，如果有上下不顺滑的或者跳跃的很厉害的，我们就把这个曲线修改的顺滑一点。我们也可以在右边打开路径这个选项，把这个控制器的运动路径显示出来，使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这个控制器的运动路线，然后配合着这个运动路径呢，我们再调整我们的曲线。这里面的工作量是蛮大的，因为你要把每一个曲线都调整一遍，所以我这边就快进。当我们在做细节的时候，有些动作我们可能靠肉眼无法分辨出来，比如说一些细微的抖动，所以这里呢还是使用那个画笔工具，我们把需要检查的地方，我们一帧一帧的把它画出来，我们就可以用这方法去做标记，在我们需要调整的地方去标记一下。我觉得这个画笔工具也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去标记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蓝色是修改前的位置，红色是修改后的位置。这样有了这个标记呢，我们就可以去修改动画中不舒服的地方。这个方法在做细节上是非常有用的。
那最后也别忘记了加上手指、脚趾。如果你有表情的话，别忘记加上表情。今天的角色动画的这个基础教学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